大家好，今日係2024年嘅5月22日，我收到位讀者來信咧，佢就問到我一個問題，佢話佢係馬來西亞華人，喺華人群體裏邊咧，經常有一個爭論，到底邊一個地方先係佢嘅祖國咧？有一啲人啊認為啊，梗係馬來西亞祖國啦，馬來西亞國歌都有我的祖國啊嘛，咁但係咧有唔少嘅華人咧，就為咗呢個中國大陸啊而家發展而感到興奮，話嗰個先係佢嘅祖國，甚至乎有啲馬來西亞嘅藝人啊。翻到去大陸參加綜藝節目咧，就被形容為啊翻祖國參加比賽。咁所以呢個祖國其實係點解咧？今日就可以學術啲去解釋。新加坡人咧相對就較少有呢個爭議嘅，因為喺新加坡咧，李顯龍前總理都講啦，由以前啊啲華人嚟到新加坡，其實咧就係希望落葉歸根，喺新加坡咧賺到錢就翻去祖國，翻去所謂福建啊、潮州啊、廣東啊呢啲地方咧，就係衣錦還鄉。就係落葉歸根，咁而家就唔係咯，而家就要落地生根咯。新加坡人咧就係以佢哋新加坡作為祖國而自豪嘅。馬來西亞咧就較複雜，因為馬來西亞咧個政體咧就大部分時間啊都係由馬來人咧係控制嘅，所以華人咧就覺得自己喺馬來西亞嘅地位咧就不如啊馬來人，甚至乎不如其他嘅民族係咪印度人啊等等，咁就有呢種文化上嘅一種懷疑喎。喺咁嘅情況底下咧。佢哋對於祖國咧係有爭議，咁但係對於台灣人嚟講係更有趣啦。台灣人咧而家咧就已經即係較少有所謂外省同埋本省人之爭噶啦，大部分人而家都係本省出土生土長噶嘛，外省或者半山人嚟到嗰啲人已經即係七老八十啦，咁所以咧就唔存在咗好似上個世紀尾爭論嗰種所謂本省外省之爭，而家基本上都係台灣出世噶啦。咁但係個問題嚟啦，就有一啲人咧認為咧祖國係中國大陸喎，但係呢個講法咧就好吊詭嘅，因為祖國就係中國大陸，但係中國大陸同埋台灣都係同屬同一個中國嚟噶嘛，只不過而家有唔同嘅政權去控制，所以一中兩府，而家呢個係一個客觀嘅事實。但係如果祖國嘅意思係解你嚟自邊個國家，咁台灣人又唔係嚟自中國大陸啦。如果祖國第二個意思就係祖國係一個文化上嘅歸屬，好似馬來西亞嘅華僑認為中國大陸先係佢嘅祖國，係文化上嘅歸屬，咁就係一個文化嚟嘅。其實無論你喺邊個政府都冇分別㗎，即係你喺福建同你喺山西冇分別㗎，都係同屬中國㗎。咁你喺台灣同埋你喺呢個四川都係同屬中國㗎。咁所以咧佢話咧翻祖國母親嘅懷抱，佢個祖國嘅定義就係改變咗。係解中華人民共和國先係祖國，就唔係解中國呢個文化歸屬係祖國。所以你見到大陸咧，有時有一啲嘅慶祝活動咧，就話祖國母親唔知幾多歲生日，10月1號啊，有啲台灣藝人咧都會轉載微博，話恭賀祖國母親生日快樂㗎。咁所以祖國呢個字咧個定義似乎係飄忽嘅喺中國嘅語境上面就有時係解文化嘅中國對於海外嘅華僑，新加坡海外嘅華人啦、馬來西亞嘅華人啦、菲律賓嘅華人啦，佢會形容咧呢個文化嘅中國咧黃河母親係咪會飲黃河水、長江水嗰啲叫做祖國。但係對於有時特定嘅意思，對於香港人咧，對於台灣人咧就話要回歸祖國母親嘅懷抱其實佢嘅祖國就變成咗中華人民共和國呢個就叫彈性紅線、靈活嘅原則就變化咗嘅。咁對於海外華人咧，就複雜啦，因為咧，譬如話我咁為例即係對我嚟講，咁我嘅祖國就好清晰嘅本身。雖然我喺香港出世，就喺英屬嘅香港出世，咁呢個祖國係有移民，但係根據咧呢個劍橋字典嘅解釋咧，祖國除咗話你喺邊度出世嘅時候咧，因為我出世嘅香港咧，佢係屬於英國統治嘅香港嚟噶嘛，係殖民香港嚟噶嘛，咁所以呢個第一個定義喺邊度出世呢個就係移民啦。殖民香港就唔係一個國家嚟噶，佢既唔完全係大英子民，又唔係實際上又唔係呢個嘅中國管治，除非我喺九龍寨城出世嘅啫。喺九龍寨城出世就另當別論啦，因為九龍寨城根據呢個嘅展拓新界專條就係屬於中國領土嚟噶嘛。咁但係我唔係九龍寨城出世啊嘛。咁咧或者第二個定義就係有邊啲國家係對我嚟講咧係最有關聯嘅？咁最有關聯嘅國家當然係中國啦，係咪啊？我讀中國文史哲，我到今天咧喺英國生活，我都仍然每日係讀中國嘅文史哲嘅。
我講嘅係中文，寫嘅係中文字，我出版嘅係中文書，我寫嘅論文係中文發表為主。咁所以對我嚟講，當然係中國啦。但係對於下一代咧，好多移英港人，佢哋下一代個 collect 關鍵喺邊度咧？嗱，我唔同啊，我啲堂兄弟姊妹啊，表兄弟姊妹數十人都仲喺香港，我啲叔伯仲喺香港。但係對於我個女下一代嚟講咧，佢哋嗰啲親戚親友大部分都唔喺香港噶啦，其實即係隨住佢長大，咁我個長輩佢哋離世，咁到佢同輩嗰啲佢嘅表兄弟姊妹、堂兄弟姊妹咧，好多已經離散咗噶咯，去咗加拿大又有，去咗澳洲、美國、新加坡、英國，總之唔同地方都有，所以對佢哋嚟講咧就複雜嘅。如果根據呢個兩個定義咧，馬來西亞華人咧就肯定唔係祖國係中國，因為佢哋唔係中國出世啊嘛，佢哋阿爺可能喺中國出世，太爺可能喺中國出世，對佢嚟講唔係喎。咁第二個特點就係邊一個對佢哋嘅 collect 關聯係最深嘅？對佢哋馬來西亞華人嚟講，到底馬來西亞個關聯係深啲啊，還是中國深啲啊？可能一半一半啊，係咪？因為佢哋都喺可能讀華校，呢個讀中長大嘅，講嘅中文，睇嘅以前係 TVB， 而家睇嘅係央視，睇大陸嘅綜藝節目，睇小紅書、睇抖音，所以對佢哋嚟講咧係飄忽嘅。但係問題嚟啦，到底祖國嘅定義係點樣嚟咧？我哋成日講祖國咧，就講到熱淚盈眶；講祖國咧，就講到係中國文化。咁但係咧，我查一查廿四史，就發覺廿四史並無祖國一詞，咁奇怪。查廿四史裏邊查祖國咧，只有太祖國嘅啫，即係太祖宋太祖嘅國就係咁解。所以咧，其實就冇祖國嘅。祖國幾時出現咧？最早我就發現咧喺明清時期就有祖國噶。凡係提到回報咧，就會用祖國嘅。相傳回報祖國，為回教祖國，回報之祖國，回報祖國喺邊度啊？係呢個穆罕默德啊。咁佢嘅意思咩啊？祖國咧其實係解發源地，係回教嘅發源地，係講聖城麥加呢啲咁嘅地方。咁所以中國人就唔用祖國。點解會中國人唔用祖國呢個字啊？傳統中國文化冇用祖國，因為傳統中國文化係普天之下，莫非黃土。率土之濱就莫非皇神，天下得一個正宗國家啫嘛，就係中國。所謂中國就係天下之中啊嘛，咁所以就冇所謂祖國噶。其他國家萬邦來朝就要歸化我國噶，歸化我哋中國噶咯。咁所以既然我哋係中，就冇所謂祖唔祖嘅意思啦。佢認為中國係世界之中心，人類嘅中心，宇宙嘅中心。咁直至到去晚清咧，晚清我留意到咧就好多祖國出現咗。晚清去到呢個皇朝經世三篇，呢個統篇、續篇就講到有祖國啦。呢個咧日耳曼為泰西教祖國，就講到日耳曼咧，羅馬日耳曼係泰西教嘅祖國。而呢個回教祖國又有出現啦。咁所以咧晚清咧就多咗一啲嘅所謂祖國咧，其實係解今天我哋所理解嘅祖國 Motherland。Motherland 咧呂宋祖國就出現咗，晚清咧就不斷有祖國呢個字，所以由此可見啦，呢個所謂祖國係西學東漸，即係咧西方文化咧傳入中國嘅一個字眼嚟噶。日本同埋呢個嘅中文咧都有祖國呢個意思，就都會稱自己國家為祖國。其實簡單嚟講咧，就係喺呢個嘅19世紀，西方咧民族主義崛起。咁當西方民族主義崛起咧，日耳曼人要建立自己嘅國家，意大利要光復翻意大利嘅國家，唔再俾奧地利控制。咁唔同國家有民族獨立運動出現咗，所以祖國 Motherland 呢個概念咧喺嗰個時候嘅歐洲就興起咗，俄國亦都係有噶。而家喺呢個嘅列寧格勒咧就有呢個嘅祖國母親像嘅，好出名嘅旅遊景點嚟嘅。咁所以祖國母親 Motherland 呢個字眼其實就係由西洋傳入嘅。就唔係中國本土嘅嘢，係舶來品嚟嘅。咁所以咧，你話我要中國要有啲即係扶清滅洋嘅思想排除西方嘅思想咁就唔適合嘅。因為咧，祖國呢個字本身就係西洋嘅，呢個第一點啦。咁我哋再睇下咧，喺現代近代嘅著作裏邊咧，邊啲人提祖國提最多咁似乎咧，你睇到除咗日文咧，就係喺由明治維新開始就大量咧有呢啲祖國嘅歌曲祖國嘅一啲嘅書籍出版。中國咧就係梁啟超開始，1902年生計學說元甲小史，就係講呢個嘅
西洋思想介紹嘅時候咧，就引進咗祖國。後來都係梁啟超啊、陳天華啊咁唔同嘅人咧，喺呢個嘅客美玲啊翻譯字典裏邊咧就有大量祖國，所以祖國咧用喺晚清嘅文書裏邊係有，然後去到近代啦就已經咧成為咗個普遍嘅常識、普遍嘅共識。咁所以呢，從呢一點嚟睇咧，祖國咧又真係舶來品嚟喎，而且呢個舶來品咧其實嚟嘅歷史咧就唔長嘅。咁問題嚟咯，呢個嘅我哋成日都唱歌唱祖國㗎。咁譬如話我以前教普通話嘅老師咧，為咗教普通話咧，佢就逼我哋要唱呢個嘅我的祖國嘅歌唱祖國嘅。五星紅旗啊，迎風飄揚啊，五星紅旗迎風飄揚，勝利歌聲多麼響亮，歌唱我們親愛的祖國，從今就像翻湧富強。哇！呢啲唱紅歌嚟嘅，咁所以呢個祖國咧，佢嘅意思到底係五星紅旗嘅祖國啊，還是係解文化嘅中國咧？其實喺中國大陸嗰個用詞咧，都係飄忽嘅。咁呢度咧就引起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啦。咁台灣人咧，台灣人嘅祖國喺邊度咧？對於李登輝嚟講咧，佢嘅祖國好尷尬喎，因為李登輝喺日治時期咧係出世，佢哥哥就係喺日本當兵嘅，而且死咗之後咧，陣亡之後咧就葬咗喺靖國神社喎。佢父母咧都改咗日文名，包括佢兩兄弟都改咗日文名，就因為咧當時咧日本咧去到台灣管治嘅後期，就推出皇文化政策，其實就改咗日文名嘅。對佢嚟講咧，日本嘅意識咧就比較接近啲。佢爸爸咧亦都喺日治時期係擔任警察嘅，咁所以對李登輝嚟講個 connect 梗係同日本係深啲嘅。佢根本都唔喺大陸出世，對佢嚟講，佢阿爺先喺大陸出世。佢太爺先係大陸出世，佢阿爺都喺台灣出世嘅。其實係呢個乾隆後期即係移居到去呢個嘅台灣嘅。其實佢祖先先係好多代之前嘅祖先先喺大陸出世，所以對李登輝嚟講咧好尷尬喎。佢嘅 collect 就係日本先係最重，所以咧李登輝咧生前咧接受訪問，有人同佢講話關於呢個係台灣抗戰，佢話台灣並冇同日本抗戰啊。佢話直到70年前啦，日本同台灣係同一個國嚟嘅，正因為同一個國，所以咧並冇台灣與日本戰鬥嘅事實。我嘅志願係加入陸軍啊，佢就係想加入陸軍，就同佢阿哥一樣，而佢嘅兄長咧就加入咗海軍，想同佢阿哥一樣，一個做陸軍，一個做海軍，就為日本皇軍效力嘅。咁所以當時兄弟咧無疑係作為日本人為祖國而戰嘅，對佢嚟講祖國咧就係日本啦。咁呢番說話梗係俾人鬧係漢奸啦。咁但係我哋討論祖國嘅時期咧，就係要有頭先所講嘅定義。第一係佢出世嘅地方，佢出世嘅地方就係日治台灣。第二就係佢嘅 collect， 佢嘅聯繫，佢就係講日文嘅，佢屋企都係講日文嘅，佢翻學又係講日文嘅，佢睇嘅係日文書，所以佢嘅聯繫咧就係日本。我哋如果冇同情地理解咧，你就會覺得佢係漢奸嚟喎。冇同情地理解，你就會覺得所有馬來西亞人咧，佢哋嘅祖國咧都係中國大陸。冇同情地理解，所有華人個祖國谷愛凌阿林書豪都要係中國大陸嘅。咁但係咧，每一個人嘅 collect 咧其實係唔一樣噶嘛。當每一個人嘅 collect 唔一樣嘅時候，我哋咧就抽空咗，站喺自己嘅角度咧去批判佢哋。咁咧就會發現咧，佢哋係漢奸啦，佢哋係賣國賊，佢哋就唔合乎呢個所謂正統史觀，就出現咗呢個尷尬嘅情況。當然啦，李登輝嘅史觀咧就認為咧，台灣同埋日本就並冇呢個嘅抗戰嘅情況，呢個係一個事實，因為佢自己一個國家嘛。但係問題就嚟啦，好多人去講日治時期嘅台灣，就係美化咗日治時期嘅台灣嘅，因為對比228事件，哇，嗰啲本省人咧就發現咧，喂，啲外省人嚟到咧，對於本省人嘅利益受損係仲嚴重過日治時期嘅，然後慢慢就忘記咗喺日治時期咧對台灣人有歧視嘅政策啦，對台灣嘅經濟有歧視嘅政策啦，然後咧對台灣嘅土著原住民所謂嗰啲山番或者屬番都有敵視嘅政策要完全逼佢哋咧移裝易服，所以先出現咧塞德克巴萊咁嚴重嘅一個反抗事件啊嘛。所以咧啲人咧就為咗即係討厭國民黨嚟，然後就美化咗，選擇性遺忘日治時期嘅一啲嘅痛苦。李登輝都係咁嘅情況。當然啦，佢就係因為父親係警察，
所以咧佢係一個建制派既得利益者，日本嘅建制派，日本嘅既得利益者，就自然會美化咗日治時期嘅好處。同樣道理港英時代，好似我哋咁喺港英時代出世嘅，我哋都會咧可能咧經過後來歷史嘅發展咧，都同樣美化咗呢個嘅港英時代嘅管治嘅。咁但係忘記咗港英時代都有啲貪污腐敗然後言論自由都有限制各方面都有啲打壓嘅，咁係有忘記咗呢種叫合理遺忘選擇性嘅遺忘或者叫做我創作嘅名詞叫做遺憾妄想症，就係因為而家個生活好遺憾，我哋就妄想翻以前係好美好嘅。咁雖然話雖如此，但係我覺得咧，如果要比較咧，都係要橫向比較嘅。喺日治時期嘅台灣，日本雖然對台灣有好多歧視嘅政策，但喺亞洲放諸亞洲嚟講，佢嘅生活係如何咧？放諸中國大陸嘅情況底下，甲午戰爭以後，軍閥混戰，到底台灣俾日本管治係悲慘一啲還是喺軍閥混戰底下喺中國大陸悲慘一啲？呢個係一個即係橫向嘅比較啦。同樣道理，香港咧係被打壓啦，俾港英時期打壓啦。出版言論自由有限制啦，中文法定運動受到歧視啦，各方面都有啲嘅壓制嘅。但係比起同時期嘅華人社會啦，文化大革命嘅中國啦，白色恐怖嘅台灣啦，東南亞啦排華嘅情況啦，咁所以香港咧似乎就係比較開放喎，喺同時代係最開放添可以話，甚至乎比埋韓國係仲開放嘅。韓國當時都仲係威權管治嘛。軍人管治嘅時代嘛，咁所以都係香港比較開放嘅。所以咧翻去嗰個重點度，馬來西亞嘅華人點解會覺得中國大陸係祖國有部分至少就係因為咧佢哋喺馬來西亞現實社會上面覺得受到歧視呢個嘅中文讀中嘅學校出路冇咁好或者本身係非伊斯蘭教徒嘅就成為唔到法律定義上嘅馬來人咁然後喺各方面入去國家嘅企業考公務員都會有一定嘅困難，所以咧佢哋對馬來西亞嗰個處境咧就感到有一啲嘅沮喪同失望，自然咧就遺憾妄想咗，哇！中國大陸好美好中國大陸強大起嚟啦，而家咧中國嘅 5G 高鐵好厲害，咁咧佢就透過呢一種遺憾妄想咧去彌補佢自己心靈上嘅不足。咁當然咧佢哋亦都有人認為，哇！如果中國咧個強大咗，就唔會出現好似當年印尼排華咁有話語權嘛，馬來人就唔會咁惡噶啦，咁嘅情況都有呢一個現實嘅政治考慮。但係點解新加坡冇因為新加坡唔需要遺憾妄想咯，喂，佢哋而家就身處於佢哋最美好嘅時代，喺世界上咧啲人就覺得新加坡係最美好嘅時代，最美好嘅地方，所以佢哋唔需要透過咧幻想一個祖國出嚟而滿足彌補翻而家心靈嘅空虛。所以就有咁嘅情況啦。咁至於下一代嘅移英港人又如何呢？未來嘅海外華人又如何呢？就睇下佢哋能唔能夠融入到咯。上一代嘅移英港人或者係去加拿大嗰啲，就似乎融入唔到喺加拿大、喺溫哥華、喺列治文全部都係講中文嘅，講廣東話嘅，行翻係香港嘅生活嚟嘅。佢哋喺本地嘅社會、本地嘅經濟上面冇特別嘅優勢，冇特別嘅話語權，所以咧佢就會覺得有啲嘅遺憾。喺90年代嚟嗰啲，然後咧就慢慢咧過去嗰10幾20年咧，中國嘅強大，佢哋有回流啦，或者即使唔回流都好啦，佢哋會幻想咧喺加拿大嘅華人咧就會為祖國嘅發展而感到驕傲，而滿足翻佢自己現實生活嘅一種不堪呢一種咧就係我發明嘅叫遺憾妄想症。我10幾年前咧寫呢個理論出嚟嘅時候咧，就係為咗寫愛情通識去寫嘅。就因為有啲感情咧，喺嗰一個階段咧，愛得不愉快佢就幻想上一個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對佢好好，其實未必真係對佢好好嘅啫。佢只係幻想，淨係選擇性遺忘咗佢對你唔好嘅嘢，淨係記得佢對你好嘢，甚至乎放大咗佢對你好嘅嘢，然後咧就創造一個美好嘅回憶出嚟，就為咗咧係要同而家嗰個生活咧係做一個比較，然後就係沉醉於過去嘅戀愛經歷，呢種叫遺憾妄想症。好，今日講到呢度啦，咁希望大家喜歡啦，可以俾個 like、subscribe、share。收費平台咧，仲有呢個嘅獨家嘅課堂啦，史記嘅課堂呢個嘅經濟史嘅課堂，中國史學名著，同埋咧而家中國近代史嘅課堂咧，所有 VIP 會員俾15美元一個月嘅月費咧，就可以無限重溫嘅。
而一般嘅會員咧就可以準時上課嘅，咁但係咧就冇無限重溫，咁啊希望大家可以喜歡啦，好嘛？多謝大家，知識有價，年費訂閱仲有 discount，拜拜。